我是芭蕉文的小娇妻女主，和老公 H 后一起穿越到了异世界。不到1个月，我们就双双被告上了恋爱脑法庭。据说达到一定分值就会被判死刑。我不想死，也不能死。法庭上，我据理力争。凭什么爱一个人就要被叫恋爱脑？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敢追爱的自由。上手，3个女法官正襟危坐，中间的法官推了推眼镜。我们尊重每个人追求爱情的权利，但恋爱脑指的是追求爱情至上，在追爱的过程中自我轻贱、自我贬低、自我伤害，并最终对他人及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目前，在我们星系已全面推广恋爱脑刑法，触犯恋爱脑刑法的将被判处3年以上最高死刑的惩罚。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只是谈个恋爱就要被判刑，这个世界也太可怕了。我的视线不由在3个女法官间逡巡，她们每个人都一副自信优雅的高知女性模样，一看就知道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听人说，有的女人读到博士之后就很难找到老公，毕竟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这种强势的女人。她们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只能看着别人出双入对，心理嫉妒以至于扭曲，也难怪会跑到法庭上去审别的恩爱夫妻了。我心里有些不忿，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听他继续说。现在，请被告人林婉月女士简单陈述一下，您与您的丈夫傅景成先生是如何相识的？我和傅景成的相识源于一场巧合。我生日那天和闺蜜们一起出去玩，结果一不小心喝醉酒，走错了酒店房间，恰巧是傅景成所住的总统套房。于是他当即，左侧的法官皱着眉头打断了我的陈述。所以，被告人的意思是，傅景成违背了您的意愿，对您实施了强奸行为。他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我当即有些慌乱。在我被审判的同时，傅景成也在另一个法庭，由一群男法官进行审判。要是因为我说错话，导致他遭受无妄之灾，那我真是一辈子也无法原谅自己了。我立刻否认道，不是，他没有。他不知道我是误闯进来的，他只是把我当成那种贪慕虚荣、想勾引他的女人了。毕竟景成可是京圈太子爷，多的是女人想往他身边凑。左一的法官放下笔，轻叹了口气。无论他是否存在误解，在未经他人许可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这就是强奸行为。右边的法官看上去年纪小一些，脾气也比较直。他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厌恶道，我老公很老实的，都是别的女人勾引他。典型的娇妻话术，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女人，始作俑者的男人却清清白白。而实际上，他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语气十分不留情道，能在那种情况下与你发生关系，说明他本来就是个来者不拒、守不住下半身的烂黄瓜。被告人恋爱脑指数加20，被告人丈夫渣男指数加20。我有些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万万没想到，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为我和老公各加了20分。出庭前，我打听过，最终得分越高，判刑就越重。但他刚刚的发言，我却无法反驳。明明那天晚上我反抗、挣扎、解释过的，可他偏偏说那都是欲擒故纵的把戏。如果不是之前和许多女人有过这种关系，他怎么可能那么娴熟的就……不，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我晃了晃脑袋，我们夫妻的事情之后我们再私下解决，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现在要紧的是赶紧结束这个可笑的审判。我暗暗告诫自己，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能让他们再找到破绽。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组织好语言，继续道，第二天早上，我趁着他熟睡赶紧逃走了。可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我不顾家里人反对，偷偷生下孩子。之后我一个人抚养儿子到6岁。又一那个讨厌的法官再次打断了我的发言。您的意思是，您在清醒后，第一反应不是报警，也不是做好避孕措施，在发现怀孕后，第一反应不是流产，也不是送养他人，而是选择不顾亲人反对，独自生下孩子。不知为何，我感觉他声音听起来像有些生闷气，可是他生的哪门子气？我挺起胸膛道，慷慨陈词，那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我作为一个母亲，怎么舍得让自己的孩子还没见过人世间一面就扼杀了他？这是犯罪！我越说，头颅昂得越高。不论如何，他们总得承认，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做任何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我甘之若饴。中间的法官轻轻叹了口气，与右侧法官的急躁不同，他显得温和似水，但声音中又有一种无法违逆的力量。不知被告人是否了解，胎儿在3个月时开始有意识，6个月的时候，大脑细胞数会接近于成人，而直到出生的那一刻，他才能被认定为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人。您所谓的还没见过人世间一面，只是自我催泪、自我感动。实际上，他根本不会产生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我瞪大眼睛望着法官，他怎么能说出这么无血无泪的话？拳头不自觉攥紧，呼吸也急促了起来。我顾不得这里是法庭，粗暴地反驳道：“你没有孩子吗？你怎么能对一个母亲说这种话？
你知不知道，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就是她的一切。中间的法官又轻叹了一声，语气中莫名透着一丝悲悯。他不紧不慢道：我们不否认母爱是一种伟大的情感，但被告人，我希望你知晓，一切爱的前提都应当是自爱。母亲没有义务为孩子无条件牺牲，更不必将他视作一切。世界本是广袤而自由的，除了孩子，还有朋友、亲人，有理想、追求、诗和远方。孩子固然重要，但您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您的幸福也是同样需要重视的。我又一次愣在了原地。这个世界的女人都这么离经叛道的吗？这样的话，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见。从小到大，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给我灌注一种思想：母爱是伟大的，母亲是无私奉献的，母亲为孩子付出任何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自己的幸福也是很重要的。我不由回想起生儿子的那段时间，先是长达半年的孕吐和便秘，我被折腾的行销鼓励；生孩子的时候，又是一场可怕的劫难，仿佛整个人都要被撕裂般。我疼到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好不容易顺产，我以为总算熬过去了，结果接连数月的恶露，下体无时无刻不传来恶臭与疼痛，失禁也是家常便饭。除了肉体的疼痛以外，我仿佛完全丧失了为人的尊严，更别提还要每隔2个小时就给孩子喂一次母乳。我被折腾得根本无法入睡，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掉。那段时间，我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孩子还小，等长大了就好了。可长大之后，又是新的磨难。我一个单亲妈妈，又要赚钱养家，又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孩子，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鸡飞狗跳，每一刻都精疲力尽。不是没有过深夜崩溃痛哭的时候，可最后我都咬咬牙告诉自己，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为母则刚，为了宝宝我一定要撑下去。为了孩子，我付出了健康、尊严、时间、精力、财力。没有人不夸我是个贤妻良母，但眼前的女人却说，你自己的幸福也同样重要。可是，我倔强地咬牙道，等你以后生了孩子就懂了。中间的法官不说话，左一的法官摇了摇头，不带一丝情感波动道，无偿为渣男生儿育女。被告恋爱脑指数加10，被告人丈夫渣男指数加10，审判继续，被告可以继续陈述。和傅景成重逢是在6年后，我阴差阳错成了他公司里的保洁，而傅景成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因为我和他的白月光温雅有些相似，提出要包养我当温雅的替身。那不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过去。我至今记得傅景成当初高高在上的眼神，能做雅雅的替身是你的荣幸，不要妄想替代他，更别妄想让我爱上你，等等等等。右一的法官再次瞪大双眼，急切地打断了我的发言。他低头翻了翻手中的资料，有些不太肯定地问道，资料显示被告人原本是985大学的高材生，可您刚刚说您去当了保洁，这始终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我苦涩一笑，我大学没读完，为了养孩子中途辍学了，算起来只有高中学历。右一法官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有些咬牙切齿道，耽误他人学业和事业，这是重罪，必须严惩不贷。被告人丈夫渣男指数再加20。左边的法官也颇有些惋惜地看了我一眼，但他依旧公事公办地问道，您提到的这位白月光温雅是过世了吗？我摇了摇头，没过世，活得好好的。想到那个恶毒的女人，我心中不免又升起几分不忿。和傅景成在一起后，每一段不愉快的记忆里都有着她的阴影。温雅是豪门大小姐，从小接受艺术熏陶，钢琴、小提琴、绘画、芭蕾，无一不精。我被她衬得灰头土脸，一无是处。有一段时间，傅景成逼我学钢琴，他说我弹琴时侧脸最像温雅，于是我不分昼夜的练习。那段时间，我一天至少练习10小时以上，双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起来。然而，当我终于能弹出一首完美的曲子时，傅景成却猛地变了脸色，他狠狠地踢了钢琴一脚，沉重的盖子落下来，将我的食指砸得血肉模糊。我惊叫一声，想把手抽出来，但傅景成却红着眼睛，死死地按住盖子，任由我疼到晕死过去后才松手。我醒后，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以后再碰钢琴，你的手就别想要了。后来我才知道，温雅就是为了追求音乐梦，才离开了傅景成。弹琴的那一瞬间，傅景成将我的身影与温雅重合了，才做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当初他和景成青梅竹马，可后来他为了追求什么音乐梦，选择了去外国深造，抛下景成孤零零一个人。这种人就是无情无义，极度自私。一想到这种自私的女人离开后，景成居然还心心念念了她很多年，我就为他感到不值。幸好后面他终于醒悟，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爱他的人，最终浪子回头，选择了留在我身边。想到这里，我心情又稍微好了一些。
可没想到，3位法官脸上再次浮现出怜悯的表情。右一的急性子法官首先道：“白月光只是出国，又不是死了。他真的爱他，买张机票出国找他呀。嘴巴上说爱，实则身边女人不断，甚至还搞替身，什么玩意？诡计多端的男人。”我被他噎了一下，随后急忙辩解道：“景城不去找他，是因为心里有怨。10几年的感情，他说抛弃就抛弃，你们不觉得这种人很可怕吗？”中间的法官摇了摇头，他语气依旧温柔，不疾不徐道：“在我看来，这位温雅小姐的行为不但不可怕，还很清醒理智。比起一个花心的男人，她更看重自己的事业和梦想，这才是我们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典范。”我一下子又气血上涌，他居然夸温雅清醒理智，难道要当独立女性就必须要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吗？我深吸了一口气道：“温雅和景城分手的时候，正是傅家集团出问题的时候，她作为女友，本该陪景城走过低谷，却自己一走了之。如果这种恶毒的女人就是你们说的新时代独立女性，那很抱歉，我就是一个传统的人，我一定会选择陪着她一起吃苦。”我挺直腰杆，不服输地看着他们。这种标榜着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人，我见得多了。景城说他们就是田园女权，又当又立。我深以为然。左边的法官坐直了身体，他望着我，神色非常平静，开口却问了一句不着调的话：“请问被告人，您家中父母待您如何？”我有些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调转话题，但还是老实回答道：“挺好的，平时家务都舍不得让我做。”法官声音平静中带着一丝锐气：“您家里人含辛茹苦地抚养您长大，连家务都舍不得让你做，难道是为了让您长大后去替别的男人吃苦的吗？这可是身为女朋友，同甘共苦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有些心虚道。右侧的法官再也按捺不住地翻了个白眼：“你也说了，只是女朋友而已，又不是他妈，凭什么要惯着她？他家破产是你害的吗？他家情况好转后是会把钱分给你吗？为了一个花心男吃本不属于自己的苦头，不但作践了自己，更辜负了父母的养育栽培。你的想法已涉及重度恋爱脑，但考虑到你并未实施，此举将不会被记分。”听到他说不会被记分后，我稍稍松了口气，但心里却升起一阵烦闷。他怎么能这么说我？从小到大，我身边的人都说，好女孩就是要能陪男人吃苦，否则就是拜金，就是贪慕虚荣。像温雅那种人，就是恶毒拜金女的典例。所以最后景城才会选择了我，而不是选他。可是与之相对的，我心中却生出了另一个声音：对呀，凭什么我要吃这个苦？难道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吃苦的吗？不吃苦就是拜金，恶毒就是拜金，恶毒点又怎么样呢？傅景城最后没选温雅，他不是照样还过得好好的吗？有钱有颜，还成了享誉全国的大画家。难道我一直以来的想法真的错了吗？我还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中间的法官却毫不留情道：“从你刚刚的发言中，我感受到对那位温雅女士的深深恶意。她并未伤害你，但你却为了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女性同胞进行辱骂诋毁，这种雌竞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恋爱脑法律。被告人林婉月，恋爱脑指数加15，又加分。”我慌了，雌竞什么意思？我只是说了温雅几句坏话，又没对她造成实质伤害，凭什么加那么多分？所谓的雌竞，就是指女性为了争夺男人的宠爱而展开的竞争，包括但不仅限于容貌、身材、贞洁、女德、生育能力等方面的竞争。法官耐心地向我解释了雌竞一词，我沉默了片刻，难得的没有急哄哄的想要反驳。确实，温雅并没有伤害过我，我们甚至没见过几面。我对她的印象都来自景城的陈述，以及心中的嫉妒与不甘。我嫉妒她比我貌美，比我有钱，嫉妒景城把她当白月光，而我只是个替身。因此，我在心中不断贬损她，把她想成一个贪慕虚荣的坏女人，以此告诉自己，虽然她有那么多优点，但她是个坏女人，而我是个懂事的好女孩。景城最后爱的肯定会是我。原来这种行为就叫做雌竞吗？可是，就算我做错了，也不至于一下加15分吧。虽然心中有些愧疚，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垂死挣扎。不知我的话触碰到了他们哪根神经。3位法官的神情都变得异常严肃。左边的法官率先开口道：“过去几千年里，我们的社会一直处于男权统治，男性占据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女人想存活就必须讨好依附男性，并为了他们施舍的那点资源而互相展开竞争。”提到那段历史，法官的神情有些凝重，但他的神情旋即又变得慷慨激昂。后来，在无数女性同胞的顽强抗争下，我们星系终于实现女男平等，女人不必讨好依附男人也能存活。穿越到这个世界的1个月里，我的生活依旧是围绕着傅景城打转，倒是没怎么去关心过这个世界的历史。
今天才头一次有所了解。中间的法官则一改先前的温柔语调，声音变得极其严肃，隐含怒意。全世界的女性都曾遭受过男权的压迫，同为受害者，本应亲如姊妹，互帮互助，而你却倒行逆施，讨好男人，仇视自己的姊妹，自甘沦为父权制的伥鬼，犯下雌竞的重罪，简直是我们女人之耻。他言辞厉切，直接将我镇住。女人之耻这句话，我只听人用来形容我邻居王姨过。她身体不好，怀了几个孩子都流产了，年过半百，膝下一个孩子都没有。人人都说她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简直是我们女人之耻。我妈曾一脸鄙夷地骂过她，而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女人之耻的称呼会落到我的头上，只因为我贬低了我的女性同胞。可是，明明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呀，明明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呀。女孩子太漂亮，就是不三不四；女孩子太活跃，就是没个正形；女孩子太聪明，就是最毒妇人心；女孩子太独立，就是没人要的老处女。明明所有人都在这样说，你不需要聪明，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活泼上进，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你要乖巧，要懂事，要体贴，要听话，要懂得心疼男人，为他们分担。你要嫁个好男人，给他生个儿子。别的女人都是坏女人，都是妖艳贱货，她们都是你的潜在竞争对手，她们都想抢走你的老公。你要比她们乖巧懂事，要做个好女孩，这样老公才会一直爱你。这个世界难道不是一贯如此的吗？为什么他们能一脸自豪地说出女人不用依附讨好男人也能活下去？女人与女人间不应该仇敌，而应该亲如姊妹，互帮互助。难道过去的我真的做错了吗？我的内心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风暴，思绪仿佛一片混沌之海。在这样的混乱中，法官点点头，示意我继续发言。这一次我的陈述变得有气无力。那之后我就以替身的身份待在傅景成身边，但我隐瞒了我们曾经发生过一夜情的事，因为我担心他抢走我儿子。于是我偷偷将孩子寄养在朋友家里。最开始被包养的几个月里，傅景成对我并不好。他一方面贪恋我这张和温雅相似的脸，另一方面又觉得我这种自轻自贱、甘当情妇的女人不配和他的白月光相提并论，于是便对我极尽羞辱，行事也极为粗暴。然而当我被逼到受不了的时候，他又会极尽温柔地亲吻我。别人欺辱我时，他也会挺身而出，还会给我买各种名牌珠宝首饰。我一边痛苦，一边慢慢地沉沦。经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一法官下定论，明明你的痛苦就来自于他，而他的所谓温柔也不过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可你却把这当作爱情。恋爱脑指数在加10，幸福的渣男指数也在加10。面对法官的指控，我只是苦涩一笑。这一刻，我的大脑无比的清明。方才他们对我的种种指控都让我觉得无法反驳，但这一次我知道法官说错了。我不是斯德哥尔摩，我只是不得不爱上傅景成而已。我的第一次都给了他了，还和他同居了那么久，我已经是个不干净的女人了。除了傅景成以外，还有谁会爱我？我必须和他在一起，我必须爱他，并让他爱上我，这样我才可以继续当那个好女孩。我从未觉得自己的大脑如此清醒过，甚至清醒到让我觉得痛苦的程度。为什么要逼我醒来？明明我拥有令旁人无比艳羡的爱情，为什么要逼我承认这只是一个强奸犯与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的悲惨故事？为什么要揭开这一切？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当富太太？那个丈夫英俊，儿子聪明，嫁入豪门，幸福美满的富太太。在发现自己爱上傅景成后，我想过要离开，可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傅景成见到了宣毅，我们的儿子，或许是父子间先天的联系，两人长大非常像。宣毅在见到傅景成的第一眼时，就对他无比亲近，抱着他的腿喊爸爸。我不由想起宣毅小时候受过的那些苦，因为是单亲家庭，他经常被别的小孩子欺负，说他是没有爸爸的野种。那一瞬间，我动摇了，我真的要就这么离开吗？可是宣毅还那么小，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傅景成在发现宣毅的存在后，也很是震惊。他很快调查出了6年前的事情，发现我就是那天晚上的女人。于是他把宣毅接回家。儿子从小就聪明，他用了各种小手段，想撮合我和傅景成。我们一家3口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果然，男人天生就会共情男人。又一法官满脸厌恶道：“因为傅景成，你才成为单亲妈妈，你吃的所有苦都来自于他。可你一手养大的儿子，不但不心疼你，反而跑去亲近狼心狗肺的渣爹，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我又一次被他的话惹恼了。诚然，在刚刚的审判中，我意识到傅景成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们之间存在的究竟是不是爱情也很难说。但逸轩只是个小孩子，他怎么能这么说他？血溶于水，有些感情是无法斩断的。我只能硬邦邦地回道：“哎，男宝妈，
左一法官小声地叹了口气，傅景成是逸轩亲爸，难道你就不是逸轩亲妈了吗？在他撮合你们两人时，询问过你是否愿意和傅景成在一起吗？他考虑过你的个人想法吗？食指不由收紧，思绪飘回几年前。逸轩趴在我腿上，可怜兮兮地说：“妈妈，我喜欢爸爸，我们一家三口可以一直在一起吗？”那段时间，傅景成经常带着逸轩到处玩，我则独自在家操持家务，为他们煮好吃的，并时不时督促儿子的学业。没过多久，逸轩就嫌我无聊，妈妈就知道逼我做不喜欢的事情，以后我要和爸爸天下第一好。那时我还暗暗吃醋过，明明他从出生开始，一切都是我操持的，为了抚养他长大，我付出了无数心血，督促他写作业，让他少出去玩，也不过是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怎么他和傅景成见面没几天，我这个亲妈都要往后排了？当时我只能安慰自己，或许真的男人更懂男人，儿子能跟他爸亲也是好事。可法官却告诉我，因为男人天生就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无师自通的就知道怎么吃一个女人，并通过吃同一个女人来增进彼此的认同感。我被他说的毛骨悚然，但却依旧无法反驳。从站上法庭以来，我一次又一次被法官辩驳得哑口无言。一开始我还觉得不服气，觉得他们见不得人好，可现在我对过去自己所坚信的一切感到无比陌生。曾经的我真的是幸福的吗？丈夫和儿子真的是爱我的吗？我所拥有的一切真的有意义吗？带着痛楚与困惑，我继续我的述说。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确实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但傅景成对我依旧时冷时热。高兴的时候他把我捧到天上，价值百万千万的礼物随手就能送给我一堆，但不高兴的时候他又会冷着一张脸，把我关进地下室里，让我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印象最深的一次，他把我关进地下室后便去寻花问柳，足足过了3天才想起我的存在。那时正值寒冬腊月，被放出来时我已经烧到将近40度，险些没撑过去。后来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当时已经爱上我了，只是不愿面对自己的内心，于是强逼着自己对我摆出冷脸。我们感情的转折发生在半年后，这家公司为了要挟他，绑架了我和温雅，逼他在我们俩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温雅，而我被推落海底。我不是很能理解，绑都绑了，为什么还非要整个2选1？这很难评，毕竟隔行如隔山。我祝他们成功吧。几个法官交头接耳，小声嘀咕着。审判越到后面，他们的姿态越放松起来，一点也没有最开始那副威严的样子了，甚至都开始小声吐槽了。我不由有些怀疑，他们真的是法官吗？嗨嗨，连累被告人落水。傅景成渣男指数在加10。被告，请继续你的陈述。后续就没有太多可说的了。在失去我之后，傅景成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人是谁，他后悔莫及，夜夜买醉，而我被好心人搭救，死里逃生。本想远离傅景成，但没多久，因为太想念逸轩，我偷偷乔装去看他，结果被傅景成发现。知道我没死后，他欣喜若狂，开始想找我复合。一开始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于是傅景成深切地忏悔了过去对我的恶行，还跪下来认错。男儿膝下有黄金，他肯跪下来求我，可见他确实知错了。我不无感慨道，但那个急性子法官却嗤之以鼻，心疼男人倒霉8辈子。难道他跪下，你因为他所受的那些伤造成的那些损失就会消失了吗？正中的法官推了推眼镜，如果任何罪行都能通过下跪解决，那法律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被告人还是太心软。恋爱脑指数加10，我缄默不语，因为我开始觉得他们说的真的有道理。凭什么我为了他吃了那么多苦，甚至差点死掉，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道个歉，下个跪？和我受过的苦相比，他所做的简直不值一提，而我竟然就这么原谅了他。而且我记得那时，我还满怀感动地想，堂堂金圈太子爷竟然为爱下跪，他真的爱惨了我。我开始不得不承认，法官们说的对，我就是个恋爱脑，无可救药的那种，任凭男人欺我辱我，毁掉我的半生，我还无怨无悔，简简单单就原谅了他，甚至觉得他超爱。越是回想越觉得，过去的我，过去的一切简直恶心到令人作呕。每回想起一丝新的细节，我就多痛苦一分。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用讨好男人，做好女孩，我可以不当个好妈妈，而是过好自己的幸福人生，我可以不忍让妥协，而是勇敢追求自我。我认罪，我低下了头。我确实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原谅傅景成，和他结婚后，他就把我当作笼养的金丝雀，只允许我在家操持家务，不让我去工作。我勾起一抹自嘲的笑，当时的我还觉得这是他宠我的表现。身边的人也说，有个男人愿意养你，这是天大的福气。我自得于那黄金的牢笼，却没有看见自己已经被折断的翅膀，
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自我，放弃事业，放弃眼界，放弃向上的机会。所有的人生只剩下柴米油盐和我老公今天，我儿子今天，我婆婆今天。越回想，越觉得毛骨悚然，寒彻心底。那个庸俗愚蠢的女人，真的是我吗？明明我也曾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明明我也曾年轻美丽，昂扬向上，明明我也有过梦想，幻想过未来，可那一切都终将如泡影之梦，轻轻一碰便碎裂，只余下一地鸡毛的现实。现在我只是一个犯下恋爱脑重罪的罪人，我的余生注定要在牢狱中度过。被告已认罪，确定为重症恋爱脑，被告人丈夫确定为极品渣男。现在宣告审判结果，我垂着头等待属于自己的最终审判。傅景成涉嫌迷奸、托儿等多项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林婉月涉嫌重度恋爱脑、雌竞等罪行，判处1年女校学习、1年社会服务。我震惊地抬起头，不敢置信地望着他们。1年女校学习，1年社会服务，这是什么处罚？我怎么从未听闻？等等，说起来，和傅景成的无期徒刑相比，我的处罚会不会太轻了？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台上的法官居然笑了出来。他们脱下外头那件严肃的法官服，神情也变得舒缓自在了起来。被告人，你对审判结果有什么不满吗？右边的法官朝我挤了一下眼，我犹豫了一会，才吞吞吐吐道：我的刑罚是不是太轻松了？明明我跟傅景成的最终得分相差不多呀，不是说恋爱脑的分越高，惩罚越重吗？刚刚我还以为自己可能要被判处死刑了呢。是的，你的恋爱脑指数确实很高。我的心随着法官的话又提了起来，但是考虑到你的恋爱脑基本只伤己不害人，所以我们才酌情给了轻判。原来是这样，看来他们还是挺通情达理的。我正暗自舒了口气，坐在正中的法官道，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过去的1年里，我审判过许多恋爱脑犯人，许多人固然让我觉得无语，但究其根本，是他们自己想成为这样的人吗？不，并非如此。他轻轻叹了口气道，有本书上说，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时，你就记住，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许多恋爱脑的女孩子，或许从来没被爱过，从来没被教导过自尊、自爱、自强，身边的一切都在洗脑他们，告诉他们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嫁个好男人，相夫教子。在那样的环境长大，他们很容易就被驯化，成了所谓爱情的奴隶。我怔怔地望着他，许多话哽在喉头，却不知如何说出。而他们已经走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左边的法官，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我说过，所有女性同胞都是姊妹，都应当互相帮助。在我眼中，你并不是一个犯下过错的罪人，而是一个被蒙蔽的受害者。帮助你认清恋爱脑的危害，并帮助你摆脱恋爱脑的束缚，这就是我们恋爱脑法庭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我还以为，有泪水漫上眼眶，我强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容说，我还以为像你们这种独立女性，肯定很看不起我这种恋爱脑。说实话，刚刚醒悟过来的瞬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恶心。右边的急性子法官又皱起了眉头，什么恶不恶心的，你只是被渣男害了而已。世人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男人做错事只要认错就是金不换，而女人只要走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凭什么？我就是要偏袒女孩子，爱护女孩子，给女孩子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要我说，靓女回头才是金不换呢。没多久，我被送到了女校学习。一开始我还有些忐忑，等到达后才发现，原来那里的学生全是像我一样的恋爱脑。学校里教授的内容和我以前接触的完全不同，不是什么数理化政史地，而是纯然与女性有关的知识。如何爱自己，爱他人，如何认同自己，寻找自身价值与意义，女性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杰出的女性们的历史。学生里不乏和我一样，当过家庭主妇，自身没什么社会经验，出去后不知道怎么生存的人。学校体贴地考虑到了这一点，除了日常课程以外，学校还鼓励我们发展兴趣爱好，最好能学一门技术。我犹豫了许久后，提起了画笔。成为一个画家是我今年的梦。这双手被厨房的油烟熏了多年后，终于又有了重新描绘梦想的一天。1年的女校时光很快过去，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幸福自在的时光。离开的那天，曾经审判过我的3名女法官，居然又出现在了我面前。在这里过得不错吧？我们是来接你去开始社会服务的。他们笑得一脸神秘地把我推上了车。等下了车，望着眼前的场景，我有些说不出话。这里不是，这里不是。对，就是你当初来过的恋爱脑法庭。他们似乎早就料到我的反应。你接下来1年的社会服务工作，就是充当恋爱脑法庭的法官。
审判恋爱脑行为，并一次又一次地帮助那些深陷泥潭的女孩子们，拯救她们，爱她们，让她们最终摆脱恋爱脑，成为自己人生的救赎。哎呀，这真是梦寐以求。